为浅秋待过高雄市府嘛，好，那高雄市议会质询的时候，这个黄少廷议员呢说他的资料啊，短短10分钟的过程就被外泄了。那当然陈其迈不认了，他不认，他说没有什么偷不偷考题的问题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到现在为止给大家一个交代了吗？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黄少廷议员很在意了，他觉得说要查清楚哦，是不是这个你说外流或许没问题，但我要同意嘛，对不对？你不同意就到了这个市长的手上。那浅秋对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有一些感慨的地方？那因为很多人就想当年韩国瑜在这个市议会备询的时候啊，是不是很多陷阱题？对，很多陷阱，什么100万小学堂都出来了这样子。那你说他如果当时拿到了考题，他还会这个样子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场极度不公平的战争。那好，那现在我只问啦，就说泄题这件事情，应该要给交代吧？查出来了没啊？那不可能有交代，就这样过去了，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可能跟你交台吧，交代啊。然后就是其实是这样哦，因为我平常心很客观的讲，我在高雄议会的时候，我也一直在问，为什么府会联络人拿不到资料？对，为什么？因为其实台北市政府有些时候是拿得到的，拿得到啊，府会联络人只要这个跟议员之间关系好一点，都可以拿得到的。那你就算不是立刻拿到，开始之前总该拿得到。有些封是会给你啦，那时候我有去备询过一次，对，就事先知道一些。但是呢，就是我们就发现。议事人员也是会有他的行政立场、行政中立的规范，就是说，如果议员本人不同意，通常是府会联络人，如果跟你，比方你民进党议员跟你比较好，然后你还会给好了，还给你好做人，然后就给你，这种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到议会上面要做放 PPT，至少就一定得交给议事人员。那议事人员基于行政中立，他是不能给你的。那我们又不可能强迫这样的公务人员，因为他也是必须要跟这个依法来行政中立相关的规范来做事情嘛，他是不可能把议员待会要播放的东西没有经过同意的时候就给你，而且民党那时候防我们防的可凶了，汪美玲啊、纪晓芙、吴大福啊，对，那他们可是都是藏到最后几分钟才愿意拿出来交给议事人员，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资料是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不可能同意给嘛，几乎很少，除非很少数的人真的有拿到之外，其实都拿不到的。但是这次不一样哦，我们顶多快开始前，偷好了。通常议员有时候跟府会联络人好一点，就说好了，开始5分钟、2分钟了，给你看一下，因为你来不及准备了嘛。那算是做个人情给你，有了啊，可以看到，其实2分钟你也什么也来不及做，但是大概知道一下你后面要做什么陷阱而已嘛。那可是他现在不是，现在是他手上根本有一个印好的版本，精美的印刷的 PPT， 把议员都放在手上，这表示早就被偷走了，就是完整版呐，这一定是被偷的，因为理论上一定是只有这个网络版数位版，因为待会要播放用的。那为什么他会有手上这种精美版跟完整版？那当然不是偷的是什么？他用抢的哦，其实就是偷来的，或是违反行政中立的议事规则，先把它拿过来，而且没有经过议员同意。所以当他还大大的拿起来在答询你看着讲你今天来问这个，对啊，我告诉你是，那个人问你什么问题，根本已经不用准备，他已经资料都在底下，甚至答案就在下一章。那所以才会说，在这场质询里面，陈其迈的表现变得灰头土脸。他第一次灰头土脸，被问到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其实的确是。当然是偷跑啊，而且他答非所问呢。对啊，答非怎么来的他没有讲，怎么取得的他避掉心虚啊，他讲不出来啊，他当然是违反相关的规定。但是因为说实话，现在我相信议事人员也不敢不给，不像我们那时候他们就是不给就是不给，我真的是不会给就是不给，我们也尊重他们。但现在民进党的执政全面执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尊重嘛？那当然会逼着这个相关的议事人员压力很大，不给不知道会被抬逃啦，氛围我相信在高雄很多朋友如果有线上有的话，对，是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心情的。我是真的曾经在那边连有人就说高雄就是这样，他没有说会怎样啦，对，但是他就说 Gino 里就说高雄就是这样，就是怕民进党了，那不敢得罪他们，如果他们真的硬要的话，只好乖乖的给，不像我们要他们说不行啊，那我们就好尊重行政中立，那个是不一样的氛围，都是土匪啊。那民进党的在南部的那个耕耘的情况，的确会变成一个很强的排挤的力量，一般民众可以感觉得到的。我不是有之前曾经分享个例子，说我连在高雄吃完面的时候，就有民众跑来跟我讲说，你出来呀，最好还是要戴着，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最好是戴个口罩啊，被看到很危险，因为他的商家是当时支持我们的，可是旁边的
整条街其他人就会来霸凌他。我说那也凶悍吧，没那么夸张吧？我说没有4个面，我觉得我行得正坐得端，然后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过我正常的生活，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路边吃面，不行吗？然后他就真的很认真的跑回来，还戴了口罩哦，还打一个饮料请我喝。他就说，就请你喝，然后你辛苦了。可是真的还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最好戴上口罩。不管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心里的恐惧。这个叫做恐怖领导。那如果顺我者昌，我相信你们就风调雨顺。只要你违背我的意思，或是你让我知道你真的是支持别人的时候，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种叫做恐怖统治的这个氛围，才是可怕的地方。所以我相信这一份议事的议员的资料被拿到，一定也是议事人员挡不住嘛。对，他没办法不给嘛，给了之后至少保我那个饭碗继续好好的吃嘛，保我自己一命。对啊，这也没办法，是可以理解。你就议员委屈啦。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请求讲的就是说，对恐怖统治之下，为什么这个我们看到最新的绿营智库台湾民基金会所做的这个民调，其实绿营智库，对，偏绿的嘛，对不对？就是其实是严重警讯呢。对蔡英文来讲，那这个东西其实最近大家也一直在关注，就是年轻人的部分，首投族20到24岁的，感觉起来真的是变心了。那变心的理由，我个人是觉得疫苗啦，打不到疫苗这个影响很大哦，所以小英现在才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挽回。但是确实吧，他疫苗政策它真的是流失了很多的年轻选票，尤其是现在中间选民增加很多而且盖过整个绿色选民了。对，对。那这个对民进党他要想尽办法挽回吧。因为我必须要说，其实我还蛮尊敬游盈隆老师啦，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已经不是民进党可以控制住的民意机构哦。那他其实曾经跟我讲过说，他说在这个2018年民进党大败之前的半年，他做的民调当时提供给蔡英文他们参考，那是没有人相信的啊，没有人相信啊，我们一定赢啊，那有可能啦，唱衰啦没有人相信的。就果然2018年不是大败啊，地方选举。那其实他对于自己的民调的方法很有信心，也许我们可以说他可以有的机构效应，可能够听到比较愿意受访，有可能是偏绿的民众。对，可是至少我还蛮信任他说他在调查的抽样啊跟精准的计算制度上面是相对会客观的，所以他的民意调查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当然有些人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但至少这是我自己对这个民调的看法。所以当他这次发出这个警讯之后，我相信民党政府已经不敢像以前那样子瞧不起了。那在不断的这几次的调查里头，那年轻人直接这个年龄层首投族，甚至是最年轻的这一辈，就是因为反送中，或者只是因为台湾价值支持小，甚至是同志，有反中啦，抗中保台啦，同志，对，也是一块，然后全面支持蔡英文的这一群年轻朋友们，直接拦腰少一半。这对半砍的情况还不会，年轻人民意如流水，是不是随时再砍一半再低？不知道，有可能会再低吗？这也还不够低，从93%到4%，当然有可能啊。所以当这个吓到啦，我民进党修宪，喊着台湾价值是努力修宪，搞了这么大，花了这么多资源，就只修了一个18岁可以投票这件事情。如果搞了半天，我修完这些人，就像他当初公投绑大选一样概念，结果到时候这些人出来投，通通都是反对我的，那我不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吗？所以这个才是紧张。所以这个时候传出来，是不是要换阁揆的消息？对，其实是期待有之。我相信这份民调已经对于民进党跟中央有产生了蛮大的撼动跟影响。其中，因为苏贞昌已经连续3个月都是这个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那蔡英文的民调也是在不断的往下掉，但是他还是维持在大概40%多，有这种满意度底下，表示这个绿的基本的盘还是对他本人，但是把他跟苏贞昌是脱钩，对，在看那对于整个市政满意度脱钩来看，就是还是会把他怪罪在这个苏贞昌的头上，所以你也觉得他走定了，只是不会像暴宰那么快，说什么9月就内阁改组。你也认为，因为我恨了很多来宾，他们都觉得说12月18公投以后一定走。我跟很多人讨论过，因为我真的是认为说，这个时间点会这样放，然后这么多个名单，一定是其来有自，是不是？而且不过也有点妙，他放的是联合报，不是上报，也不是自由时报。对。
我觉得就是有还是他刻意在放消息啊？很多的阴谋论嘛。那基本上我比较过这么多种说法之后，我还是觉得最有可能的是这个版本，就是说是苏贞昌自己放的，是不是？对我也是倾向这个。对。那虽然他们民党人说，哎呀，你们国民党在放的消息如何如何，他放这个消息，他破这个局。然后试探放的消息没有用啊，国民党放这消息没有任何帮助啊，对啊，是你们民进党的派系在斗争的时候放出来才有用。那获利最大的人是谁？让小英跳出来，让你们派系不再斗下去。说没有要内阁改组这样。对他逼他跳出来，其实只是让苏贞昌肯定苏贞昌苏院长的表现这样。对，那其实这个不就是获利的人就是苏贞昌吗？所以我认为像自己放出来，我听大家讨论下来，包括一些绿营的、民进党的这个委员们跟他们私下讨论之后，我得到的结论也是这样啊。那似乎就是苏贞昌先放先赢，让郑文灿的这个阁揆梦先暂时先毁嘛。因为基本上郑文灿如果要接他自己讲哦，那个是很不好做的工作，谁不知道？你现在到时候光到立院去备询去备询光疫苗跟疫情这个政策，还有公投呢，对，那可就累了。那接下来更进一步，要再近期最近就是到立法院去备询嘛。对。然后接下来12月更大一团啊，要背的锅啊，不就是公投嘛？那除非真的蔡英文还先跟他讲好说，先秀秀呼呼，我跟你讲吼，啊你那输吼，你无胜利的啦，嘿。洋洋告是叔气是苏贞昌代志啦吼。那如果除非是这样，否则说真的正常人也不会接啦啊。那因为那个12月目前所有的民调数字，就是包括刚刚台湾民意基金会等等所有的什么美丽岛啊等等，世新啊，或者是政大，所有的民调里面，其实对于公投这个议题，只要疫情当中不产生太剧烈的奇怪的变化，被操作的话，基本上，它已经是普世价值了。环保、环境永续的议题，那包括了这个食安的议题，是一个普世价值，是不可逆的，也都是你民党当年曾经坚持过的。那你这个时候呢，被打脸，或是被人民给投下否决票。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应该要做好心理准备，已经在想好下一步避难程序，然后谁来接，或者是谁要来卡位，资源要先分好啊，分家产分好，该有的位置给好。但是到时候必然有人必须要负责啊，再想来想去都觉得苏贞昌负责比较合理一点。对，可是苏贞昌你说啊，这个消息是他放的，那他也顶多帮自己再多争取3个多月的时间啊，因为你也认为说拜一拜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所以也未必，所以你也不是那么很笃定说12月18公投之后他就得走，对我差点讲，对就得滚之类的，就也不见得，也不尽然。一直有一派说法说蔡英文为什么这么不能没有苏贞昌，就是他的那块网军的系统哦，从第一名这一块哦，他们能够把整个议题的锁定做得这么精致化，他们的网军 SOP 侧翼攻击的方式，保住了蔡英文一片天，从最低的这个民调，2018的大败重新站起来，哇，现在好像还有办法在这种风雨中撑住。然后责任都可以推给底下的人，让他直接下指导棋，跟苏再怎么不合，人家也是挺他。所以你这么看，苏贞昌这一局还未必玩完了耶。他要表现他有用的地方啊，他要跟他的主子说，我有用，我可以帮你挡哦，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做到，那这一关他就可以扛得过去啊。